哒啦哒啦哒啦哒。大家好，欢迎收看熊哥地图炮。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国际空间站啊，和平号宇宙空间站以及我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这几个空间站这个对比，看看这个空间站技术哪家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上呢就是3家的这个空间站啊，这个大小这个看起来很清楚啊。这个国际空间站最大啊，然后中间这个呢是咱们中国的天宫，建成以后的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最小的这个呢是和平号啊，现在已经是就是没了，坠毁了啊。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啊，把它拆解看一下啊。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很复杂，把它拆开看呢，它就不复杂。好，这个是和平号啊，和平号。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个组装的这个结构啊。那首先呢，它是有一个核心舱，这个核心舱呢就是整个这个飞船的核心，然后它这个居住空间呢就在这个核心舱里面。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的这个圆球，大家看到这个顶端这个圆球，这个圆球呢就是它的这个叫做节点舱。那这个节点呢就是连接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舱的啊。这里有一个量子1号，量子1号呢是它这个科研的一个舱啊，也是一个实验舱。那么这个量子1号带的这个折叠的呢，它应该是那个散热板啊。这个平的呢是太阳能板，核心舱这俩平的是太阳能板。这个折叠的啊，这儿折叠的，这个都是散热板啊。然后呢就是4个实验舱，分别是这个自然号、量子2号、晶体号和这个光谱号啊。我们来看一下，转一下看看啊。那么它这个结构就这样看就很简单，就是核心舱头上装4个科研舱，核心舱头上装4个科研舱，一个十字形，自然号、量子号、这个晶体号、光谱号啊。然后这个量子1号是在这一端的。这就是它整个和平号的最核心的部分。然后呢，它还有几个外挂，这儿有一个对接舱。这里面为什么要装一个对接舱呢？它是后来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呢，这个俄罗斯和美国就合作了啊。他们合作了以后呢，就是美国的那个航天飞机的接口跟这个和平号的接口呢不兼容，所以它要装一个对接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有一个进步号，这个进步号呢就是连接在这个量子1号的。进步号呢是它的货运飞船。最后呢是在这一段啊，在这段这儿有一个联盟号，在这个位置。这个就是整个和平号宇宙空间站的这个结构啊，这样看就很清楚。好，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国际空间站现在的啊，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啊。那首先呢，它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大桁架呢，主要是这个接的这个太阳能板，然后竖过来的这个折叠的，还有这3片，这个地方的3片啊，这些都是散热板啊。它这个散热的要求还挺高啊，整个就是它这个就是个供电系统。然后呢，就是供电系统呢，这个上头有一个机械手臂，大概是欧洲生产的吧，还是加拿大生产的这个机械手臂。不是主要的部分，主要是用来修理这个供电系统的。它这个供电系统是相当的庞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啊，首先是这个团结号，这个团结号呢是一个节点舱，这个节点舱呢就是全是节点，就是下头是连了一个这个货舱，好像是啊，这儿有一个转接口，这个转接口呢也是因为俄罗斯和美国的这个舱门啊，这个大小不一样，做了一个转接口。那它是一个节点嘛，它会连接好几个东西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俄罗斯的，首先是这个曙光号，这个曙光号因为是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和俄罗斯合作嘛，那么是美国人出钱的，俄罗斯又去搞了这样一个曙光号。那么因为原来和平号也是让你美国人用了嘛，那这个时候你美国人你得赞助一点是吧？曙光号，曙光号是一个就是科研的这一个舱，科研的舱。可以看到这个转接头就有点过多了，就是曙光号这个头上呢有一个这个球形的，下头这个球形的，
这个也是它的节点仓。那这边的这个团结号呢，也是个节点仓，两个节点仓连在一起了，这有点浪费了，这确实有点浪费了。然后是这儿还放了一个对接仓，两个节点仓还不够，还放了一个对接仓，对接仓也是为了连接美国的航天飞机的。这个对接仓呢，跟刚才那个和平号的那个对接仓呢差不多啊，这个样子是差不多的。然后这里看过来，就是这有一个星辰号服务舱，这个服务舱呢，就是相当于核心舱，那个和平号的核心舱，是居住的，然后还有这个科学仪器在这个地方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空间站内部去看一下啊。那这里有两个这个小的这个筒子，跟这个对接舱差不多。这个小筒子，呢，说是科学研究舱啊，它又叫做码头号、码头舱。这个码头是干什么的呢？当然是停靠的，飞船停靠的，就是联盟号宇宙飞船呢就停靠在这个码头上面啊。它其实是一个过渡空间。那么俄罗斯现在是要用这两个小空间做实验，有很多实验它要放在这里面做，那个感觉是非常拥挤的。我们进去看了以后就知道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美国部分啊，它这个分得很清楚。空间站这个大航架，这个除了这个团结号节点舱以外，这头全是俄罗斯的，这一大半就全是俄罗斯的。然后这头开始我们看美国、欧洲、日本的。那首先是这个寻求号，这个寻求号呢是一个这个气闸舱，它这个气闸舱和这个节点舱还是分开的呢啊。那么这个气闸舱呢，就是说这个宇航员进到这个气闸舱以后呢，把这儿门关起来。然后他在这个气闸舱里面，然后呢就开始抽空气，把这个空气抽的和这个外面这个稀薄的这个宇宙空间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差不多了啊，稀薄的空气，它这个外面这个舱门就给打开，然后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出来了，它就是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气闸舱呢，中国的话是和节点舱是合二为一的，比他们省多了，所以它这个整个重量非常的重啊，其中有大量的是浪费的空间。看这头有一个宁静号，宁静号呢也是一个节点，节点又连了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最重要的有一个这样一个叫做穹顶舱，就是这个部分最上面这个穹顶舱。这个穹顶舱呢，就是相当于舰队的这个总指挥待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可以看到外面的。6个大窗户可以看到外面，视野非常的好啊。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穹顶舱啊，这个宁静号两头这有个充气舱放货的啊，这里有一个利奥纳多号货舱也是放货的。这个为什么叫利奥纳多号呢？因为是意大利生产的，所以它用利奥纳多达芬奇的名字命名，利奥纳多号货舱。好，这里边出来的这个是命运号，这个命运号呢是整个这个美欧这个空间站的核心，整个科学研究也是在这个命运号，包括它外面的这个机械手臂这个地方，机械手臂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空间站的这个供电系统的这个电力线呢，也是接到这个命运，首先接到这个命运号上面去了。俄罗斯的这个供电呢是独立的，大家看到它的用电是独立的，什么都是独立的啊，整个居住空间也是独立的，用电也是独立的，然后飞船接送都是独立的，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转接头连上去，所以它这个国际空间站呢其实就是1+1的关系。好，我们接着看啊，宁静号过来啊，这两个舱再过来，命运号这头又接了一个舱，这个舱又是一个节点舱，也就是说这个命运号为中心，左边一个节点，右边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连俄罗斯，连两个辅助舱，这个协和号呢也是连两个，一个欧洲一个日本的两个科研舱。这边是哥伦布号，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嘛，所以欧洲人起这个名字也是颇有深意啊。哥伦布号科研舱，然后这是希望号，是日本的。日本的这个希望号的这个舱，这个地方还接了一个外挂，接了两个外挂，实际上是这有个外挂是希望号的货舱，有装货的。那它这个外头呢是
是一个室外的研究平台啊。那这个整个就是国际空间站的这样一个结构了啊。最后呢，它是在这个协和号的外面的接这个航天飞机的接口。这个接口呢，现在已经是不用了，因为这个航天飞机也退役了，没有了。现在是那个龙飞船，龙飞船接在哪里呢？接在这个协和号的，就这个图的下面，接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整个国际空间站的一个情况。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国际空间站的这个内部情况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就是那个所谓的穹顶舱啊，就是图上的。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个宁静号啊，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那么它可以看到啊，就是上头是地球，地球在这个宁静号这个穹顶舱的上面。它是冲着地球，它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个地球啊，就各个舱拼起来，就是整个圆球的这个地球的这个天际线都可以看到啊。然后这里它通过这个穹顶，它可以监视外面的机械手臂，还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号的宇宙飞船，都可以看到啊。有幸能上太空啊，进到这个舱里面去，体验一把，那是非常的带劲的啊，此生无憾的感觉啊。那么我们一般老百姓也就在这个网上啊，在这个图上去感受一下啊。下面这个宁静号的这个主舱里面去啊，宁静号，好的，这看到啊，这个下面就是这个穹顶舱。穹顶舱出来以后呢，就是它这里有一个舱，这里有一个舱，这个舱已经关了啊，这两个舱。这边呢就是那个莱昂纳多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莱昂纳多号货舱，背面是充气舱，已经关起来了。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宁静号的这个节点里面啊，在这里面。然后宁静号呢，它除了这个穹顶这个部分呢，这还有一小段，这一小段是干什么的呢？我们来看一眼，走过来啊，这个就是它的卫生间。那么卫生间呢，就是一边是这个方便的，而是这里面是塞东西的啊，干燥，把它那个排泄物干燥了以后，就是要扔掉的。然后地上这些仪器呢，像这些呢，都是过滤循环装置啊，它那个尿还要过滤，还要重复使用的啊。这个就是宁静号这个舱的一些功能。我们往这边走啊，往这边走。那现在进入了一个这个节点啊，就是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团结号里面啊，它一边是看到宁静号，一边是看到这个寻求号，然后这头是俄罗斯的。我们看一下图上，这个是看往这个主舱的啊，美国那个主舱啊，然后这头呢是刚才的那个宁静号，这个橘红色啊，粉红色、橘红色这个部分呢是通往俄罗斯的。啊，这个是它的那个出舱口，就是所谓的那个这个寻求号啊，这个寻求号是一个出舱口，这个是寻求号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啊。这个寻求号呢，这个出舱口呢，就是进去以后可以看到这俩宇航服啊，这个宇航服还套了个头套，这个宇航服在这个地方。原来它出舱呢是在这个位置，就这个口是个出舱口，那现在也不怎么用了。因为有别的地方可以出去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节点这个地方啊，这个是那个寻求号啊，这头是宁静号啊，这个是进入美国的那个主舱，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过来了，就是过来进入命运号了。我们看一下命运号空间是什么样的，非常的乱，脏乱差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继续往前进入这个节点舱啊，内头，我们跑到内头进来，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呢，就是宇航员这个睡觉的地方。那么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协和号里面啊，在协和号这个地方，就是这一段。
是睡觉的地方。然后它呢就是一共有4个，正好是4个，拼成一圈嘛，4个宇航员可以一人一个单间。这个就是协和号，再过来呢就是这个协和号的节点，这个节点呢就是，一边是欧洲的，一边是日本的，然后顶上啊，我们这个下面都叫顶上啊，这个上下它其实是不分的。这个口呢是那个龙飞船 SpaceX 的那个龙飞船的接口，本来它的航天飞机是在这个地方接的，现在堵上了，不用了，接这个口，而这个龙飞船内部就是这个样子。它这个龙飞船呢，就是它始终要连在这个地方，它始终要连在这个地方，就是值班用的，和它刚才的那个俄罗斯的联盟号宇宙飞船呢是一个概念，都是要始终停在这个地方，然后万一这个空间站要有点什么问题的话，他们就第一时间要撤离，就马上就钻进这个龙飞船就走了，就回家了，回地球了。这个是这个舱盖啊，盖子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协和号这个节点啊，在这个节点的位置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左边是欧洲，右边是日本啊。我们先看这里啊，往这边看啊，这个是欧洲的啊，进来了。欧洲的呢，这个就是相对小一点啊，就挂着这个欧空局啊，法国的旗帜，可能有法国宇航员来过吧，把他们国旗挂上来。这里面就是科学研究机柜，大家注意这个科学研究机柜，这个科学研究机柜就直接决定了你这个空间站这个舱的这个科学研究能力的大小。你这个科学机柜越多，你所能做的研究就越多，它的效率就越高。那么整个欧洲这个舱呢，有一半科学机柜是归美国使用的，对的，因为你是靠着人家的嘛。包括那个供电系统，你这个供电系统都不是独立的，就通过美国那个大行家给你供电的，它这里面有一半的产权是美国的，包括那个日本也是啊。然后我们到它的对门去看看日本的，日本那个舱呢大一点，这个日本的舱，大家可以看到这挂着这个日本的国旗，日本人的这个呢舱就更加大一点啊，其中有5个机柜是属于美国的。这种各种科研机柜嘛，就是有化学的，有物理的，有天文的，有生物的各种研究机柜，就是放在这个边上啊。这儿有一个出舱口，这是圆的出舱口，我们在模型上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日本的出舱口在这个下面，在这个地方，这个日本的出舱口在这个地方，出去以后呢，它就可以在这个室外平台上进行工作。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啊，这个顶上，就是往顶上看，抬头看，这儿有一个货舱，这个地方就装货的。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协和号里面啊，我们在协和号里面这个转接口这个位置，旁边是这个几个宇航员睡觉的地方，再往前就是这个是主轴的位置啊，我们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就可以到俄罗斯的那个舱，我们现在到俄罗斯的舱里面去，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入口啊，好像是被堵起来啊，其实不是，就是说它这个美国的这个舱口比较大，然后俄罗斯那边舱口比较小，中间是2个节点接起来的，先是这个团结号的这个转接口，这边还有一个俄罗斯的本身带的那个节点舱啊。进去看看，这俩转接口不一样。这个金属的这个可能是个盖子吧，舱盖啊。下头有一个舱，上头有一个舱啊。这个上下咱们是不是其实是不分的啊？谈不上上下。大家一进来就是感觉就和美国部分不一样。现在已经进入了曙光号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显的从这个模型上可以看到，这个曙光号的直径跟这个命运号是不能比，所以俄罗斯的这个舱呢就小。那么它这个空间中间这个空间呢是一个长方形的截面，两边这个机柜呢就是大一点，顶上呢基本上放不了什么机柜了，就是灯，下头也是放东西，所以它这个空间是有方向的，它不像美国那个呢。4面都一样，
继续往前走吧，这里没什么好看的啊。目前呢，就是它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曙光号啊出问题了，俄罗斯这个曙光号出问题了，出了啥问题呢？就是漏气了，它漏了这个地方，漏了以后呢，这个宇航员呢，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舱就封闭了，封闭了以后呢，放了一小片茶叶在这个地方，然后看这个茶叶往哪里飘，最后找到了那个漏气的地方，然后拿那个专用胶带把那个漏气地方给贴起来，就这样给贴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出的问题是越来越多啊，眼看就是不能用了。他们想延寿到2030年啊，又说2028年。这又是一个节点，这绿色的小节点。这个绿色的小节点呢，我们看模型一下啊，在模型上的这个位置啊，上下有2个码头舱的，这2个码头舱呢是准备做科学实验用的啊，另外是接那俩飞船用的啊，一个进步号，一个联盟号啊，在这个小节点里面啊，一个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一个是在这个位置。他们说这个准备俄罗斯宇航员在这个地方做实验啊，这个科学小舱里面做实验啊，其实是非常难受的啊，做不了什么像样的实验。实际上，现在进入这个最终的一个舱，就是顶头的这个舱，这个舱就是所谓的星辰号服务舱，以前是做服务舱用的，现在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主要的活动空间，它已经退守到这个地方了。前面的曙光号基本上是不太敢用的，漏气。我们看一下这个舱，这个舱呢相对大一点了啊，因为这个模型上也可以看到它相对大一点了。从这里往前走啊，走到这个顶头，原来呢它这个顶头呢就是这个位置呢是可以接飞船的啊，现在呢这个接口呢好像就是放东西了，这个地方就放东西了。地上这个红色的这个啊，这个紫红色啊，玫瑰红这个颜色呢，是他们的这个跑步机啊，宇航员训练用的，在这地方跑步用的。他们跑步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上面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这个拉过来，支架拉这个也可以，拉这个也可以，一边看片一边跑步啊，还挺开心的啊。这个还有坚果，还吃点什么葡萄干呐，这个干果之类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啊。这个上头啊，就是这有几个照片，这个照片是谁呢？这个我感觉好像是加加林，这个呢应该是他们这个航天之父了，就是那个科罗廖夫啊，这是我猜的啊，可能是这俩人。这有一个啊，这有一个舱，这有一个舱，这2个舱是啥呢？应该就是宇航员的居住的空间了。它是2个宇航员居住，美欧那个地方是4个，所以加起来呢应该是6个。换班的时候就比较多一点，平时值班呢应该就是6个。再从这个地方往前走，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的厕所，这个设备呢好像跟美国那边也差不多啊。那么俄罗斯这个舱里面呢，跟美国的那个舱呢一样，也是非常的乱，东西非常的多。好，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空间站的大体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这个空间站的结构啊，我们看一下。首先是天河核心舱，今天发射。这个核心舱呢，跟俄罗斯那个差不多啊，就是有居住空间在里面，然后有一些科学研究的在里面，然后这儿有一个节点舱，就它包括这个节点舱在这个里面的。本身呢自己也是能带这个太阳能板，就自己能供电的，和美国的那个结构不一样啊。接下来是这个梦天实验舱啊，梦天实验舱好像是2号舱啊。这里是这个问天实验舱，这2个实验舱呢，就是跟俄罗斯比呢，就是我们少2个，但是咱们这个刚才看到那个空间站内部，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的那个舱比较小啊，因为马上我们把那个就是和平号打开看看啊，我们对比一下，等会儿，这2个是这个实验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点球啊，这个节点舱呢，它还有几个口啊。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呢是接天河核心舱的这个后面啊。
然后神舟载人飞船呢是接这个节点舱的，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并行的，是一个巡天号光学舱。这个巡天号光学舱呢，是一个望远镜，是一个天文望远镜，相当于美国的那个哈勃望远镜。然后呢，整个技术力量呢是比哈勃要强的，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咱们后发嘛，后发优势。但是呢，就是说在2023年到2025年左右呢，美国和欧洲会再发射2个这个太空望远镜。咱们这个巡天号的太空望远镜呢，比那2个呢也不差，基本上水平是同一个层次上，可能某些方面呢还更加先进一点，因为我们充分利用这个空间站了。它那个呢就是跟这个空间站呢就是一块飞，然后但是是脱开的，但是需要进行这个检修的时候呢，它这个口呢就跟上头这个口呢就接上了以后呢，就是宇航员可以进入到这个空间望远镜这里面去进行这个更新呐、或者是维护呀、上点油啊之类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平时呢是半飞，为什么它不连在一起呢？就是说一个呢它可以自由的旋转角度，还有一个呢就防止这个空间站在飞行过程当中这个震动影响它这个光学效果。这不还有2接口的吗？那么它有一个备份的接口，就是神舟飞船可以接2艘。接2艘的好处呢，就是说可以换班。原来这个住3个人，本来计划是住3个人的，其中1艘在这个地方值班，又来3个人来交接班了，乘坐新的飞船到这个地方接这个口，然后呢，原来这3个人呢坐这个飞船回家啊，这个飞船呢就是留在这个地方值班，就换班用的啊，这个都想得挺好。然后咱们这个节点舱呢，跟美国、欧洲、俄罗斯那个节点舱不一样，这个节点舱的效率非常的高。美国大概美国和俄罗斯要2个节点舱甚至3个节点舱才能完成的功能，咱们就1个球就完成了。这个球兼做那个气闸舱，美国的那个宇航员出舱呢，单独有一个出舱的空间挂在那个节点舱上面。咱们这个节点舱呢，本身就是一个气闸舱，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外挂，就整个的技术肯定比原来先进，所以它就是功能非常的强大。整个呢就是比美国和俄罗斯那个呢，就是这个大小就是不一样了，就是啊。然后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空间站的技术跟美国和俄罗斯比怎么样呢？我们来对比一下3家这个空间站呢，大体上是技术实力怎么样啊？那首先看这个大小。那么这个美国和欧洲啊、日本、俄罗斯这个联合搞的这个国际空间站呢，它这个大航架呢是主要的部分。我们把这个大航架把它拿掉的话，它这个就比我们的天宫呢，其实没大多少啊，其实是没大多少，差不多大。那么它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飞船呢，有很多浪费的空间，比较一下嘛，就比较一下，它左一个节点，右一个节点啊，这俩科学舱其实是个鸡肋，没什么用。这儿有一个对接舱，其实呢就是也是多余啊，也是这个效率不高。那么它这个寻求号呢，咱们已经整合进了那个节点舱啊，兼做这个寻求号的功能。我们没有这个宁静号啊，然后我们的那个货舱呢，少一点。为什么货舱少呢？因为咱们的科研舱的个头比较大，然后它这里又是一个协和号的这个节点舱，它这个节点太多了，整个国际空间站的节点太多了。咱们呢就是节点少一点啊。不要看节点少了，这所有的功能都兼具了。然后咱们这个梦天实验舱呢，这个地方是开口的，是可以开口的。开口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室外的这个研究平台呢，咱们也有，原来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咱们这个巡天号的光学舱呢是放在这个里面的，后来呢就是他们觉得放里面不好，必须单独拿出来。并且呢，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外挂点，就是可以再挂其他的一些科研的平台。那么就是到时候呢，就是中间的这个节点舱不是同时可以兼做那个气闸舱嘛？这个是作为备份的气闸舱，主要走这个地方出去。它不但有各种功能，它还能做备份。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这两个研究舱呢，就是大小呢，就是它这个粗细，我们要比长短也要比粗细，这个粗细呢很粗，就是比他们这个还得粗，比美国的还粗，比俄罗斯的这个肯定是要粗啊。俄罗斯这个你看这个，很复杂，它其实的里头的空间是很狭小的啊。这个，咱们这个桶子就很粗了。那么咱们这个里面的装的那个科研的那个机柜呢，一共是23个。美国的这个科研机柜，就是欧洲部分的科研机柜呢是23个，俄罗斯大概是8个左右啊，加起来是31个啊，但是俄罗斯这里面有很多都是闲置了，现在不怎么用了啊，曙光号。其中呢就是日本和欧洲的呢都是有一半是归美国的。从这个科研机柜的数量来讲呢，咱们是跟美欧这个联合体啊，他不带我们玩啊。但是我们这个数量也是跟它持平了。将来呢，就是咱们这个其实还有接口，就是把这个神舟飞船就是让开以后，这个地方呢会接天河核心舱的备份舱。这个天河核心舱有一个备份，会装在这个地方，把整个空间站进行2期扩大。这个空间站的2期扩大了以后呢，能装6个人。那个规模呢，就是跟整个国际空间站这么多国家的联合的这个规模相比呢，载人的数量呢就是持平了啊。那么科研机柜的数量呢也多很多，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天宫的远期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大航架它不是说它非常大嘛，它这个电力系统啊，它的这个太阳能板它不是非常的大嘛，专门做了一个大航架嘛。有人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航架嘛，就把它归入到这个第4代的空间站，咱们这个还属于第3代呢啊。但是问题是啥呢？就是说它这个效率低，它的这个整个空间大航架发电的总功率呢是100千瓦，100千瓦，就这么大这么多，总共的发电功率是100千瓦。咱们这个一共就是4片啊，这一片。咱们这4片加起来的发电的功率是多少呢？是80千瓦啊，这就已经很接近了，就不包括核心舱，不包括飞船，不包括望远镜的这些太阳能板，咱们就已经是80千瓦了，这就全加起来就超过它了，这发电的总量就已经超过它了。电力非常的强劲，为什么呢？它这个效率低，它的光电转化率的效率是15%，咱们是30%，它15%。它有一些的能量呢，就是要散热，它要散热，它转化为很多的热能了，就是咱们这个是电能，但这个咱们这个反正因为是后发优势嘛，比它这个要先进的多，实际上规模也不小，科研的能力也不小。那我们这个回望这个美苏太空争霸、太空竞赛的这些历史的呢，咱们就是一般是认为啊，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占领了科技的制高点之后呢，是有很多的政治意义的。它最大的政治意义就是秀肌肉，你强大嘛，你科研强大嘛。当你这个国家科研强大了以后，是会对其他国家进行心灵上的震撼的啊。有很多国家，我们整个80年代，我们小时候啊，我们那个80后，我们80年代小时候，我们仰望美国这个啊，这些强大的科技实力的时候，内心是很崩溃的。说实在话啊，内心是非常的有幻灭感，就我们啥时候能追上人家了？感觉追不上了，那时候感觉是追不上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虽然都没有跪下，但是你心里已经跪下了，这仰望人家了，一直是在仰望人家，人家宇航员都上天了，人家带这个国家带什么越南宇航员都上去了，有日本的什么阿联酋的这些国家宇航员都上去了，我们没有宇航员，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心里都已经跪下来了，心里跪下来的结果就是人家说什么你都信，人家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人家跟你讲什么民主自由那一套你都信了，因为心里已经跪下来了。所以这个占领科技制高点，除了实际的用处以外，还有这个作用呢。
所以现在当咱们这个空间站啊，看这个整个的感觉基本上要超过它了，所以美国不甘示弱，他要搞一个月球的空间站。那么那个月球空间站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在 PPT 上，据说2024年要上去，但是我觉得好像没这么快啊，说不定这个换个政府啊，换一届这个政府上去啊，又把他的计划给否了啊。国内有一些媒体呢是说，就是将来咱们这个空间站就咱们这个天宫造完了以后呢，就是将是世界上唯一的空间站啊，这个倒也不一定，就是我仍然是觉得，它这个国际空间站呢会延寿，它会延寿，但是效率会很低。咱们这个呢，就是将来2期扩大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2期扩大了以后，也是要联系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来参加的。目前已经是签了合同了，就是尤其是这个意大利还准备专门建个舱，给接上。已经有17个国家和我们这个签了合同了，就是，有俄罗斯的，有日本的，有印度的，就是美国那一摊都来了。咱们这个合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空间站免费让他们使用，免费使用，然后宇航员和这个货物呢，免费帮你这个运输啊。其他国家的宇航员上来以后，他们做的所有的研究成果是共享的。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空间站最后所能获得的科研成果的这个效益呢，就很大很大。可以想象的话，就是咱们在这方面的科技积累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美国那个 PPT 呢，什么时候能实现呢？就是月球空间站多长时间能实现呢？还不知道，咱们就拭目以待吧。但反正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呢，那一定是这个夜空当中最亮的那个仔。